2025年的中东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既视感。当美国总统对着镜头说"我不在乎情报部门怎么说"的时候，说实话，我脑海里面浮现的是20年前另外一个中东国家的名字——伊拉克，当然还有那一小瓶白色粉末。你们还记得吗？2003年巴格达的夜空被战火点亮，理由呢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个后来被证实几乎是子虚乌有的威胁。今天历史的幽灵似乎又回来了，熟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剧本，熟悉的迫在眉睫的警告，咱们仿佛又站在了一个巨大的回音室里面，听着20年前的对白再次响起。只不过这一次，艾森会提前给大家揭晓题眼，让大家把中东这盘棋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先来看一看2025年的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的评估是伊朗它并没有在制造核武器，他们的最高领袖也没有下令重启2003年就已经暂停的核武研发计划。注意，这个是美国最高情报机构的正式的官方结论。但是特朗普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在空军1号上对着记者说：“我不在乎他说了什么，伊朗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核弹了。”与此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也给出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情报：伊朗不仅马上就能够造出核弹，甚至还计划把核武器交给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他妈的3个人3张嘴，我信你个鬼！这些张口就来满嘴跑火车的政客，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谁呢？时间拨回到2003年，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拿着一瓶白色的粉末，向全世界言之凿凿地宣称，这个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生物武器的铁证。它的核心信息来源是一个代号曲线球的伊拉克叛逃者。后来呢，曲线球亲口承认，他说的这些全都是谎言。战争结束以后，美军掘地3尺，也没有能够在伊拉克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呢，德国情报机构早早的就曾经警告过美国人，这个曲线球其实是个疯子，满嘴的谎言。鲍威尔将军晚年也不得不承认，那次演讲是他一生当中抹不掉的污点。所以你看，是不是同样的配方，我们也能闻到相似的味道？专业客观的情报被政治领袖的个人意志跟强硬叙事所压倒。在2003年，这个叙事叫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了2025年的今天，它换了个名字，叫做伊朗核危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一直对于伊朗有执念，几十年如一日的告诉全世界，拥核的伊朗就是对于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哈马斯恐袭重创、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以色列来说，这样一种叙事意味着什么？没错，它就是一剂强心针，能够瞬间团结国家，让所有的内部矛盾都暂时靠边站。当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被成功塑造起来的时候，真相跟数据往往是首先被牺牲掉的。政客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用外部的危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内塔尼亚胡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而一场对外强硬的军事行动能够恰到好处地帮助他非常有效地转移内部矛盾。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需要通过极限施压来促成他想要的和伊朗的交易，来作为他上任以来的非常显著的一个政绩。有人当然会说，伊朗这次不一样，他们是真的在搞核弹。没错，这个正是这一场危机最危险也最容易被人利用、被人混淆的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真相到底是什么？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哪一个真相更好用，而这个也正是巴格达幽灵的第一个回响。但这一次，伊朗手里握着一张萨达姆当年没有的王牌，而这张牌不仅可以让以色列束手无策，甚至能够直接把美国拖下水。那这张牌究竟是什么呢？咱们接着聊第二个核心问题，这场伊朗核危机
最棘手的地方，也就是德黑兰的真实的核能力。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个基本的概念，叫做核门槛国家是什么意思呢？我用做蛋糕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下，你已经有了最好的面粉、糖和鸡蛋，这个你可以当作是高浓缩铀，你还有能在10分钟内就可以把所有这些原材料混合好的超级搅拌机，这个就是离心机。但是从这堆原材料到一块烤好能够吃的生日蛋糕，也就是一枚可用的核武器，你需要多长时间呢？在专业术语里面，这个就叫做突破时间。以色列和美国军方都认为伊朗的突破时间只需要几天而已，这个就是内塔尼亚胡口里所谓迫在眉睫的威胁。从技术上来看，他好像的确是没撒谎，但是等等，把制作好的这个生日蛋糕包装好，需要一个能承受巨大压力的包装盒，这个也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小型化，装进运载工具，也就是导弹东风快递送到目标客户手里。这个过程专家们称之为武器化鸿沟。美国军方跟情报部门的评估是，伊朗要完成武器化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所以你看，能不能做出蛋糕，到蛋糕可以被塞进客户的嘴里，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一个是以周、以天为单位的突破时间，另外一个是长达1年到2年的武器化的时间。而本次战争的发动者内塔尼亚胡，他就非常巧妙的把武器化时间这个数据隐藏起来，而只把那个最短、最吓人、最有效果的突破时间摆在你面前。这样一来，核战的危险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呢？以色列跟美国鹰派他们焦虑的是伊朗制作核武器的能力，但是另外一边情报界的分析人士关注的重点是伊朗使用核武器的意图。他们认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叫停了核武器项目，至今没有下令重启。所以一边认为是伊朗发展核能力是为了使用核威慑来自保，而不是自取灭亡，但是另外一边则坚称，当你的邻居已经把刀磨快了的时候，不能够去赌他到底想不想对你动手。而让整件事情变得更糟的是，这个伊朗自己也把这潭水搅得更浑了。德黑兰已经拆除了大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设备，还限制这些资深的核查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致命的悖论：伊朗为了自保而发展核能力，结果呢引来了外部的打击；而他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的能力和真实的意图，又刻意的限制了核查。而这样一种做法，恰恰为这样一种军事打击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这2天有朋友问我，这一晃都过去好几10年了，伊朗人难道真的就那么弱鸡，愣是没本事把核弹造出来吗？连朝鲜都已经有好几枚原子弹了，为什么他们明明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却迟迟不迈出这最后一步呢？说实话，伊朗人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蠢，答案就在一个叫做福尔多的地方。福尔多核设施是伊朗的核保险箱，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战略升级陷阱。它深埋在山体之下，常规的这种空袭炸弹对它是无可奈何的。全世界只有一种武器，就是美军的钻地弹，能够对它构成实质的威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以色列的雄狮崛起行动根本没有办法摧毁福尔多，也就没办法根除伊朗的核能力。而想要动福尔多，那就只能够把美国直接拉下水。通过精心构建这样一个只有美国人亲自动手才能够解决的硬目标，伊朗呢非常成功的将其政权的安全与一场美国伊朗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直接捆绑在一块儿。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战略升级陷阱它的一个内在设计的逻辑。你可能会想，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拖入直接军事对抗，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不太明智？这不是找死吗？但是等等，其实伊朗的战略家他们可不会这么看。
他们的目标其实特别的清晰，他们不是想要赢得一场跟美国的正面的对决，说实话，那也根本不可能取胜。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阻止任何可能推翻现政权的军事打击。而福尔多这个升级陷阱，恰恰就是用来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之所在。我们来一步一步看一看这个逻辑链。伊朗领导层心里非常清楚，对他们生存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其实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特别是内塔尼亚胡。他把这个伊朗的核计划称作是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吵吵嚷嚷了好多年，这丫的早就想动手了。而且黑蓝也非常了解以色列军队的能力边界在什么地方。以色列空军确实很强，但问题是什么呢？福尔多的核设施深埋在山体下面80到110米的地方，以色列现有的武器根本都够不着。伊朗把福尔多加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刚刚好超出了以色列的能力范围，但理论上呢，又处在美国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唯一能够摧毁福尔多的这个常规武器是美军重达13.6吨重的巨型钻地弹，这个玩意儿只能由 B-2 隐形轰炸机来投送。所以我们看出来人家设计的精妙之所在了吗？任何想要彻底解决伊朗核能力的军事行动，最终都绕不开美国。由此，伊朗就非常成功地把烫手的山芋扔出去，给了特拉维夫跟华盛顿。对于以色列来讲，单独行动风险极高，但是收益非常有限。打不掉福尔多意味着除了会引发伊朗非常猛烈的打击报复不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来根除伊朗的这个核武器。而对于美国来说，亲自下场打击福尔多会被拖入一场大规模的中东的战争，而选择约束自己的盟友以色列，反倒可能会更理智也更划算。那说到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这个设计的高明之处了，它带来的后果恰恰是伊朗政权想要的。伊朗通过把自身的安全跟美国的战争风险捆绑在一块儿，极大的提高了军事打击的门槛。因为美国决策者在考虑对伊朗动武的时候，他们要考虑的因素、要算的账可就比以色列要多得多了。不光是军事的成本，还有整个中东可能因此陷入战火，美军的全世界的基地跟人员都会面临威胁，全球的能源市场都会剧烈的动荡。所有这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后果都是美国总统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的。那这么仔细一算，其实选择克制或者约束自己的盟友以色列，这个好处自然就会远远大于下场直接开打的这个选项了。更何况，其实现如今美国还要认真考虑把这个战略重心从中东、从欧洲迁移到亚太，所以他这个选择就更加困难了。而伊朗的这个战略设计就是非常巧妙的利用并且放大了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以色列他追求的是绝对的安全，所以他想彻底的铲除掉伊朗的核武器跟核威胁。而美国说实话，他更关心的是地区的稳定跟风险可控。福尔多这个核设施的存在，就逼着两个国家必须要直面大家的分歧。美国为了避免被拖入战争，很有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他保持冷静跟克制。而这样一种内部的矛盾，自然就会削弱掉美以双方采取协调一致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只要福尔多这个设施一直还在，伊朗就能够始终握着他这个核计划的命门。这个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就算得上是一张王牌。需要缓和情势的时候，可以把暂停福尔多高级浓缩铀活动当作是自己做出的重大的让步，来换取放松国际的制裁。当他感到威胁的时候，又可以高调的宣布提升浓缩铀的活动，给对手来施压。福尔多就像是一个可以随时调节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阀门跟旋钮，而这个旋钮掌握在伊朗政权手里。那如果最坏的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会怎么办呢？
就算美国被迫出手打击福尔多，伊朗反而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超级大国霸凌的受害者。那这种形象在国际舆论里面，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那里，能够给德黑兰赢得不少同情跟支持。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福尔多这个升级陷阱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个主动寻求战争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阻离器，是一个阻止战争的工具。通过把打击的代价提升到连最强大的对手美国都不愿意承受的这个程度，反而保障了伊朗政权它自身的安全，确实是一个虽然是高风险但也是高回报的一个战略。赌的是什么呢？赌的就是美国对于陷入另外一场无休止中东战争的恐惧会永远大于他根除伊朗核计划的决心。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伊朗反而能够把自己的政权安全牢牢地跟华盛顿的战略噩梦捆绑在一块儿。所以你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弱者的大智慧呢？所以我们看到福尔多核设施的存在，正是以色列发动的这个雄狮崛起行动在取得战术上的完美胜利的同时，却极有可能会在战略上失败的原因。这个也是伊朗政权未必会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被颠覆的关键之所在。福尔多是伊朗核战略的精髓跟压舱石，这样一种一直把脚悬空放在核门槛上方的状态，本身就是伊朗刻意选择的一种威慑的姿势。它能够让德黑兰两边通吃。你看，我现在没有核武器，所以你不能够制裁我，但是我也不是好惹的，你要是敢动我，我也可以马上就迈进这道门槛。到这里，您可能会觉得伊朗已经算无一策了，但是棋局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当一方自以为设计了完美的陷阱的同时，另外一方可能根本就不屌理，他根本就不打算按照规则来玩。2003年的时候，美国需要错误的情报当借口，而2025年的当下，他们连借口都懒得要了。而这样一种模糊、危险又极具挑衅性的状态，虽然是伊朗政客在玩火，但是以色列跟美国的政客呢，则是刻意忽略了伊朗人想要玩的把戏，直接放大聚焦了那个害人的3天倒计时，以此来争取国内外的支持，为他们的军事行动铺路。这个就是巴格达幽灵的第二个回响，将本来比较复杂的技术的现实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恐怖故事，从而能够操控公众的情绪。我们都知道2003年鲍威尔在联合国的这个洗衣粉的表演，完全是基于错误情报酿成的悲剧。那2025年的当下呢，美国人又搞错情报了吗？其实恰恰相反，这一次情报是对的。情报界的普遍共识就是，伊朗并没有重启2003年就暂停的核武研发计划。然而，历史性的名场面出现了，特朗普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不在乎他说了什么。这句话标志着战争借口模式的终极进化，从2003年的错误情报进化到2025年的压根不需要情报。战争不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只需要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跟判断。只要他自己相信，他愿意，或者他需要别人相信威胁存在，那威胁就真的存在。这个才是2025年伊朗核危机比伊拉克战争更令人警醒跟绝望的地方。我们人类的水准已经一路退步，一路滑坡，到了如今这样一种田地了吗？权力可以公然否决事实，我们离深渊还有多远？就在我们以为这个棋局即将滑向深渊的时候，其实棋盘的另外一端悄悄站上了几个新的玩家，他们的出现算是彻底改变了游戏的规则，这个才是当今与2003年最根本的不一样。这个玩家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及它所代表的新的世界格局跟秩序。更何况
地区大国沙特也跟过去大不一样了。以前他会强烈的反对伊朗核协议，但是现在他们整个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他非常积极的想要地区的局势缓和下来，他愿意帮忙协调和伊朗的矛盾。沙特因为正在进行经济的转型，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地区的环境，所以他会极力想要避免任何在中东发生大规模战争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才是巴格达幽灵今天没有办法轻易得逞的真正的原因。这个游戏不再只是一个单极霸权主演的这个独角戏，而是一个多极世界里面的权力的游戏。伊拉克战争跟本次伊朗核危机其实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就是仅仅基于对于一个国家潜在能力跟意图的最坏的揣测，就可以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跟战争。我们为战争辩护的模式也发生了质变，从对事实的操控直接演变成为对于事实的公然藐视。2003年的时候，美国至少还装了一下，还维持了一个情报确实存在的假象，而到了2025年的当下，则直接抛弃了这一个前提，只需要合理怀疑就能够开火，这样一种逻辑跟动武的合法性一旦被普遍接受的话，这个世界将会变得何等的脆弱跟危险。说实话，这将会是一个对于弱国超级不友好的新世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这一期的内容对您有启发的话，请记得点赞并分享，也别忘了订阅艾森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您的鼓励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的动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